1992年，挪威探险家约翰·杰斯特隆在贵州崇山峻岭中徒步探险时，突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群女人头上顶着巨大的牛角，却行走如飞，丝毫不受影响。当他靠近观察，才发现这不是牛角，而是一个木梳上缠绕着重达8斤的头发盘成的发髻。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村里的老人告诉约翰，这些头发不仅是女人自己的，还包含了他们母亲、祖母、曾祖母，甚至高祖母的头发。杰斯特隆惊叹地说，他们行走的姿态如此雍容华贵，端庄自信，简直是殿下的气派。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人类学界，而这个与世隔绝300多年的神秘民族长脚苗族，终于首次进入了现代人的视野。他们仅有4000多人，分布在山间的10几个村寨中。长脚苗族不仅将祖先的头发盘在头上，他们还在葬礼上寻找爱人，将神圣的死亡与新生的爱情奇妙地交织在一起。这些几乎不可思议的习俗，让长脚苗族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最神秘、最独特的一页。众所周知，中国西南的山区地势险峻，能找到一块可以耕种的平地都十分不易。那么，这些长脚苗族人是如何在大山深处生存下来的呢？来到长脚苗族村寨，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撼。层层叠叠的梯田攀附在近乎垂直的山坡上，每一块梯田小的只有几平方米，根本无法使用牛耕。村民们说，这些梯田全靠人力一锄一锄地开辟出来，是祖先流血流汗的见证。据寨子里94岁的熊振清老人回忆，长脚苗族的祖先原本生活在中原地区，大约在1650年前后，为了躲避清朝吴三桂的追杀，他们被迫逃入这座大山中避难。我们的祖先从黄河一带逃到这里时，只有5户人家，逃命的路上死了很多人。熊老坐在门槛上，皱纹密布的脸上透着坚毅。最初的日子，祖先们连吃的都没有，靠挖野菜、捕野兽度日。他们把头发盘成牛角状，就是为了在深山中吓退野兽。熊老用粗糙的手指指向山下的谷地说，那时没有梯田，祖先们用木棍在山坡上戳出一个小洞，放进一粒种子，然后用脚踩平，就这样种出了第一批粮食。为了在这片陡峭的土地上生存，长脚苗人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种植方式。在海拔1400米到2000米的山坡上，他们开辟出一块块小梯田，层层叠叠地爬满整座山坡。远望去，这些梯田如同巨大的天梯，蜿蜒盘旋，蔚为壮观。村里唯一的水源是山下的一口井。每天天刚蒙蒙亮，村里的女人们就要拿起木桶，踏上崎岖的山路背水。一趟往返需要2个小时，他们却能在头顶8斤重的发髻的情况下，轻松背起装满水的木桶返回。这种日复一日的艰苦劳作，锻炼了长脚苗女性惊人的平衡感和强健的体魄。夏季，这里雨水充沛；冬季，则寒风凛冽，时有霜雪。恶劣的自然环境本应让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但长脚苗族却凭借智慧和坚韧生存了下来。他们在寨子周围种植了大片杉树和竹林，不仅防风固土，还提供了建房和制作工具的原材料。村里的房屋以木材为主，屋顶覆盖茅草，虽然简陋，却能抵御风雨。最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长脚苗族依然坚持保留着他们最复杂、最独特的传统。那个重达8斤的祖先头饰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引领人们走进了他们的文化核心。走进长脚苗族的村寨，最震撼的莫过于妇女们头上那形似牛角的巨大发髻。这不是普通的发型装饰，而是一个承载了数代人记忆和血脉的活化石，是一种独特的历史传承方式。村里的头饰传承人熊光珍有着惊人的盘发技艺。当他出现在人们面前时，那2鬓明显稀少的头发和深深的压痕引人注目。这些痕迹是长期佩戴沉重头饰留下的印记，在长脚苗族的老年妇女中非常普遍。但对他们来说，这并非缺憾，反而是一种荣誉的象征，如同战士身上的勋章，见证着他们对传统的坚守。长脚头饰的制作过程精细复杂，
如同一场神圣的仪式。首先，需要选取一根长约60厘米的牛角状木板，这木角要选取质地坚韧的杉木，经过精心雕刻和抛光，表面光滑如绸缎。女子将自己的头发梳成马尾状，木角就固定在马尾根部，成为整个发髻的骨架。接下来是最神奇的部分，祖传的头发从一个精致的布包中小心取出，这些头发来自母亲、祖母、曾祖母，甚至高祖母，有些头发已经传承了1个多世纪。这些头发与女子自己的黑发以及黑色毛线混合在一起，按照独特的方式一层层盘绕在木角上，形成巨大的8字形发髻，最后用洁白的布带固定。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技巧，通常需要1个多小时才能完成。完成后的头饰高约15公分，重达5至8斤，相当于一个新生婴儿的重量。令人惊奇的是，长脚苗族妇女头顶着这么重的发髻，行走如飞，甚至能背水爬山，没有丝毫不便。长脚苗的头饰最独特之处，在于它包含着家族女性祖先的头发。在这个没有文字的民族中，头发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是活生生的历史载体。每个长脚苗女子从小就开始收集自己掉落的头发，将它们小心地收藏在特制的布包里，与麻线编织在一起，准备日后传给女儿。一个长脚苗女子的头饰中，通常包含着母亲、外婆、祖母乃至曾祖母等5代女性长辈的头发。这些头发被视为最珍贵的嫁妆，远比金银珠宝更有价值。母亲会将自己收集一生的头发分给女儿，让她带着祖先的祝福和智慧开始新的生活。对长脚苗族人来说，这种传承是血脉的延续，是对祖先最高的敬意。那些因年代久远而发黄失色的头发，会被长脚苗女子精心染成乌黑，以保持发髻的整体美观。头饰越大就越漂亮，这是长脚苗族人的审美标准。为了使发髻显得更为庞大华丽，近些年他们甚至开始在头发中掺入更多的黑色毛线，但核心的传统，祖先头发的传承始终没有改变。关于长脚头饰的起源，长脚苗族中流传着多种动人的传说，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种说法是，早期的长脚苗人以狩猎为生，为了在深山密林中吓退猛兽，他们将树枝插在头发上，形成脚的造型。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实用的防身措施逐渐演变为现在的牛角状木梳发饰，成为民族的特征符号。还有一种说法与神鸟有关，长脚苗人崇拜庆林里的锦鸡，视它为鸟中之王。他们效仿锦鸡华丽的羽冠，设计出头上的长角，服饰上的花纹也模仿锦鸡华丽的羽毛纹路，色彩斑斓，充满活力。最为神秘的一种传说与战争有关。传说在清初时期，为了躲避吴三桂的追杀，一部分苗族人逃入深山。为了避免被认出，他们在头上盘起形似牛角的发髻，使男女难以区分，从而混淆追兵，逃过了一劫。这个说法与他们的迁徙历史相吻合，充满了传奇色彩。学者研究还发现，长角头饰可能也与长角苗族的牛崇拜有关。在他们的文化中，牛是具有神性的动物，象征着力量、生命和富足。在这片山高路陡的土地上，牛的力量尤为珍贵。以牛角为装饰是一种图腾崇拜的表现，也是对牛精神的继承。无论哪种说法更接近真相，这种独特的头饰已经成为长角苗族最鲜明的文化象征，见证了他们与大山、与自然、与历史的和谐共处。在长角苗族的传统中，头饰不仅是装饰，更是身份的象征。未婚少女头上会戴着小木角，但不盘祖先的头发；成年女子日常戴着木角，但只有在重要场合才会盘上完整的发髻。而新娘出嫁时要换一只崭新的木角，并首次盘上家族传承的头发，这标志着她身份的转变，也预示着新生活的开始。一位老婆婆告诉外来的访客，我们头上不只是头发，是我们的根，是祖辈的魂。这种将祖先头发代代相传的习俗，不仅保存了家族的基因，也保存了族群的集体记忆，是长角苗族面对复杂多变世界时的精神依托和文化归属。
随着外界影响不断渗透，长角苗族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已经外出务工，只有在节日期间才会回到寨子。长角苗族妇女过去每天都顶着巨大的头饰生活劳作，如今却只在重要场合才会盘起传统发髻。在村里，像熊光珍这样的传承人尽力保护和传授着传统技艺。当地也有一些年轻人愿意学习纺织、蜡染和刺绣等传统工艺，能够熟练地盘起长角发髻。但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愿意学习和传承这些技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正如村里的老人所感叹的，年轻一代，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女孩，对传统头饰的接受度很低，许多人甚至不会盘发。这道出了长角苗族文化传承的困境。1998年10月31日，一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博物馆在长角苗族的聚居地建成，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及六只梭夹生态博物馆。这是中国与挪威两国政府合作的文化项目，也是亚洲第一座此类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生态博物馆没有围墙，整个长角苗族的12个村寨及其周围约120平方公里的区域都是博物馆的一部分。博物馆的核心理念是在原生环境中保护文化遗产，让文化在其发源地继续生长和发展。博物馆的建立极大地改变了长角苗族的生活。一方面，它帮助这个长期与世隔绝的民族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另一方面，它也为保护长角苗族的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支持。博物馆成立后，大量的学者和游客来到这里，研究和了解长角苗族的文化，使得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民族逐渐为世人所知。认识到长角苗族文化的独特价值，政府和民间组织积极开展了一系列保护措施。2006年，长角苗服饰艺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其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外，当地政府还支持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让学校成为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在梭夹地区的小学，孩子们可以学习三眼箫演奏、芦笙舞和传统手工艺，确保这些宝贵的技艺得以代代相传。一些有文化意识的长角苗族人也积极参与到保护工作中，他们成立了民间艺术团体，定期进行表演和教学，并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年轻一代。一些能工巧匠甚至开始将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创作出既保留民族特色又适应现代审美的作品。如今的长角苗族村寨，虽然还能见到身着传统服饰的妇女，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村里通了电，办起了学校和卫生所，盖起了新房子。年轻人通过手机和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传统与现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碰撞融合。面对现代化的冲击，长角苗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仍面临诸多挑战。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不可阻挡，年轻一代更倾向于融入主流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减弱。然而，正如长角苗族人的精神所表达的，只要心中还有对祖先的敬意，头上的长角所象征的文化传统就会以各种形式延续下去。物质形态可以改变，但文化的精神实质将永存。长角苗族最令外人惊讶的风俗，莫过于在葬礼上寻找爱人。当寨子里有人去世，中央的大鼓会被击响，通知所有族人。这只大鼓被称为人鼓或老人鼓，在长角苗族文化中有着神圣的地位。每一个来过长角苗寨的人，都会被寨子中央摆放的这面大鼓所吸引。据说，如果有不知情的人随意击响了这面大鼓，就意味着将会带来死亡的厄运，并且还会打扰祖先的灵魂。当地人会警告外来者不要去触碰那面鼓，否则将被扣留在寨子里，直到寨中有人死亡，并且要支付亡者的所有丧葬费用后才能离开。长角苗族的葬礼被称为打嘎，意为老人成神，是将逝者送到祖先居住地的神圣仪式。打的意思是用锤子打牛，现在多为象征性的小牛，嘎则是祭奠的意思。这是一个庄严肃穆且程序繁复的仪式，表达了对死亡的尊重和对逝者的怀念。打嘎有着极其严格的规矩，只有正常死亡的老人才能举行这种仪式，
少年早逝者或遭遇意外而亡者，都不能以此方式安葬。这体现了长角苗族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当长角苗寨子里有人去世，族人会先击鼓3下，再鸣炮3响，以特殊的方式向全寨报丧。死亡的消息迅速传遍寨子，本家亲属会立即赶到亡者家中帮忙办理丧事，其他亲友则在当天赶到。来吊唁的人必须衣冠整齐，尤其是妇女必须梳起长角发髻，穿着新的盛装到场。特别的是，他们背上还会背着一个白色麻布包，里面装着另一套新衣服，专门在打嘎当天更换，以表示对亡者和祖先的敬重。选定下葬吉日后，全寨子的人会集中到亡者家中。夜幕降临后，寨中的长者会为亡者唱起指路歌，告诉死者如何回到祖先所在的地方。同时，亲友们会用竹子和杉树为亡者建造嘎房，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庇护所，可以保护亡者平安上路。在一系列复杂的仪式后，灵柩被送至安葬地点。在埋葬完成后，人们会推倒并焚毁嘎房，象征着与亡者的暂时告别。通常在3年后，还要举行一次和活人告别的仪式，葬礼才算真正完成。最为特别的是，在这样庄严的葬礼边缘，会出现一排排盛装打扮的姑娘。这些姑娘并不是来吊唁的，而是赶来寻找心仪对象的。因为长角苗族生活在偏远山区，人口稀少，大型聚会的机会非常有限，葬礼成为了青年男女相识的重要场合。在葬礼结束后，未婚的小伙子不会像已婚男性那样离去，而是会在这群花枝招展的姑娘中穿行，寻找与自己心意相通的对象。若两人情投意合，姑娘会将自己精心制作的花帕送给小伙子，小伙子则在天黑后吹起3眼箫，邀请姑娘出来晒月亮。这种在死亡仪式中寻找新生命火花的习俗，体现了长角苗族对生命循环的独特理解。他们认为死亡并不可怕，它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当一个生命离去，新的生命便会到来，这是自然的法则，也是他们对生命的敬畏与感恩。在长角苗族看来，葬礼不仅是送别死者，也是迎接新生，是族群生命力延续的象征。这种将死亡与爱情、悲伤与希望奇妙结合的文化智慧，展现了长角苗族人对生命的独特理解和对族群延续的强烈责任感。长角苗族不仅有独特的头饰和婚丧习俗，他们的艺术表达方式也极具特色。在各种民族艺术中，3眼箫可能是最能代表长角苗族文化精髓的乐器之一。3眼箫看似简单，只有3个音孔，却能吹奏出优美动听的曲调。它取材于当地山中的金竹，制作时需要选择修长匀称的竹竿，截取7节，寓意人丁兴旺、多子多福，经过精心加工后制成。制作3眼箫不是简单的手工活，而是需要遵循一系列的传统规则。制作匠人必须有儿有女，家庭和睦，品行正直，还要懂得长角苗族的诸多传说和历史迁徙等古训。这些严格的要求体现了长角苗族对乐器的尊重和对传统的传承。2008年，华东村的6位长角苗族青年带着3眼箫登上央视青歌赛的舞台，让这个隐藏深山的民族乐器再次大放异彩，展示出与众不同的文化魅力和悠扬曲韵。3眼箫在长角苗族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是自娱自乐的工具，还是青年男女婚恋时不可或缺的音乐红娘。在走寨时，这是一种苗族青年追求爱情的方式，小伙子们会背着3眼箫，翻山越岭几十里，到心仪姑娘的门前，用一曲轻柔优美的旋律倾诉衷肠。3眼箫的音色低沉圆润，幽怨缠绵，成为传达爱意的最佳方式。虽然一字不言，却仿佛已经吟唱过千万句海誓山盟。在长角苗族的传统文化中，这种不用言语表达的爱意，往往更能打动人心。除了3眼箫，长角苗族的刺绣和蜡染艺术也非常独特。长角苗族女性从小就开始学习纺织、蜡染和刺绣，这些技艺主要通过母女相传。女子在家中一边照顾老人和孩子，一边纺线织布。她们会先将麻杆收获后晾晒、剥皮、洗净、烧煮，
最后晒干抽丝，制成麻线，再将线放到原始织布机上，织成一匹匹细致厚实的白麻布，然后缝制成衣裙。长脚苗族的彩色服饰主要分为彩色蜡染服饰和彩色挑花刺绣两部分。蜡染是用特制的蜡刀在布上精心切割修改，然后放进染缸内，染料通常由山里的野生植物提炼而成。经过脱蜡、漂洗、晾干等工序，蜡染布上便呈现出色彩斑斓的图案。刺绣则是一门更为精细的技艺。长脚苗族女子从12、13岁开始准备她们的新娘装，整件衣服全部用刺绣装饰，需要耗时5到7年才能完成，直到出嫁前夕才能制作好。这些精美的刺绣不仅是装饰，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长脚苗族没有文字，但他们将自己的历史写在了衣服上。服饰上的图案和花纹不仅仅是装饰，更是他们记录历史的方式。衣服上的方块结构代表着他们曾经耕种过的土地，裙子上的每一道横条都代表着他们趟过的每一条河流。此外，还有他们食用的植物、使用的工具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动物等图案。老人们说，裙子上的横条图案记录了他们的迁徙历程，最底层代表祖先最初生活的地方，中间的黄色横条表示他们曾在黄土地生活，蓝色横条则象征他们渡过的江河，直到现在定居的山区。这些图案通过口耳相传，每一个长脚苗族的长者都能从这些刺绣和蜡染图案中读出民族历史上的战争与生产、崇拜与禁忌，乃至民族迁徙过程、重大事件、神话传说等内容。可以说，长脚苗族的服饰是一种隐喻性的民族文字和民族史书。通过这些精美的艺术形式，长脚苗族不仅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也展现了他们对美和对生活的独特理解。三眼鸮的悠扬，刺绣的精细，蜡染的斑斓，无一不展示着这个古老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当你走进长脚苗族的村寨，第一眼就会被那些头顶牛角的女人震撼。想象一下，这些头饰重达8斤，却丝毫不影响他们行走如飞、干农活、背水挑担。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许多年长妇女的两鬓几乎没有头发，留下了深深的压痕，这是几十年来坚持佩戴头饰留下的痕迹。村里的熊光珍是国家级刺绣传承人，她精通各种传统技艺，一件新娘服装要绣5-7年。她解释道，女孩子们从10几岁就开始准备嫁衣，到结婚那天才完成。当好奇的游客问她为什么要顶着这么重的头饰时，她只是微笑着说，这不仅是头发，这是我们的祖先，是我们的历史。一位90多岁的老妇人更是直言，我们的头发就是我们的根，没有这个根，我们就不是长脚苗了。这头上的重量，我们已经习惯了7、80年，比空气还轻。长脚苗族虽然人数稀少，却创造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他们用头发连接过去与现在，用服饰记录历史迁徙，用三眼鸮传递爱的讯息，用祭祀表达对自然的敬畏。这些看似朴素的生活方式背后，凝聚着深厚的智慧。如今，随着外界影响的增加，长脚苗族的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些曾经日常可见的长脚头饰，现在只在节日才会出现；那些精美的刺绣技艺，也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村寨中的老人们常说，只要心中还记得祖先，传统就不会消失。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为长脚苗族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当地学校里的孩子们有机会学习传统文化，包括盘发、刺绣和三眼鸮演奏。虽然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现代化，但他们的心仍与祖先相连。透过长脚苗族的故事，我们不禁要问，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你还能坚持什么传统？如果现在有机会，你敢不敢带上这种重达8斤的祖先头饰走上一天？我们现代人是否还有什么能与长脚苗人的坚韧和传承精神相比的传统？长脚苗族的故事提醒我们，在奔向未来的路上，别忘了那些给予我们生命和智慧的传统。就像他们头上的发髻，虽然沉重，却让人能以更加挺拔的姿态面对前方的道路。当我们告别长脚苗族的村寨，带走的不仅是震撼和感动，
更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珍视。这些头顶祖先的女人，用她们独特的方式，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思考生命意义的机会。你是否也想去亲眼看看这个神秘的民族？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也请把这个中国最神秘的民族介绍给你的朋友们。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请点赞、订阅并转发，我们下期再见。